大家好，我是印尼闲人。闲人现在正在西爪哇的井里温，请不要问闲人为什么会在井里温，闲人就是自发的突然从泗水一路开车来到了这里。闲人来井里温之前，在中爪哇的三宝龙停留了一个晚上，又在中爪哇的德高吃了一顿饭，再开车从德高到井里温就已经很近了，也就1个小时多一点点的车程。井里温有分井里温城和井里温县，是不同的行政单位。除此之外，井里温城周边还有印度拉马尤县、马加伦嘎县和库宁安县。这些县和井里温县、井里温城一起组成了吉利崩拉雅，也就是大井里温。在吉利崩拉雅里面有几十家大型的外资鞋厂和服装厂，所以这个区域绝对是印尼制鞋制衣业的重镇。所以在闲人停留在井里温的这段时间里，不管是在购物中心还是在饭店或者餐厅，闲人经常可以遇见中国人。闲人猜想，这些中国人大概率是从事制鞋或者制衣这些行业的，或者从事和制鞋制衣相关的行业。那好，闲人今天并不是要和大家讲井里温的制鞋制衣产业，闲人今天只是想在井里温城里面随便转一转。井里温城里面最有名的在地美食便是恩巴根东和恩巴阿生。恩巴是被敲软后料理出来的牛肉，而恩巴根东和恩巴阿生是用被敲软了的牛肉料理出来的2种不同口味的汤菜。前者是类似于梭多那种微咖喱的汤，后者则是酸汤。今天是闲人首次尝试恩巴阿生，但以闲人对印尼菜的了解，恩巴阿生绝对不会太超出闲人之前对他的想象。可是意外还是有，恩巴阿生里面并不是仅仅只有牛肉，而是还有牛肺、牛心和牛肠等，甚至这些牛内脏反而是菜里面的主角。而汤的酸度很轻微，只是汤里面的青辣椒、青桔带出来的微酸而已。在那家井里温的知名传统餐厅吃完早午餐之后，闲人彷徨在城市的中央，不知何去何从。由于繁荣的制造业，井里温的经济在印尼应该算是相对较好的。城里有比较像样的大型购物中心，有好几间商旅饭店，印尼年轻人喜欢去的咖啡馆就更是数不胜数了。在咖啡馆里面坐下来之后，闲人用 Google Maps 搜索附近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，无意间发现井里温居然有苏丹的宫殿，而且还不止一处。据记载，井里温苏丹国的雏形开始于1430年，是由训他王子瓦朗松上和他的弟弟妹妹一起建立的。1448年，瓦朗松上王子和他的妹妹拉拉三党结伴前往麦加朝圣。朝圣之后，拉拉三党嫁给了麦加当地的一位贵族，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西亚利夫阿卜杜拉乌达都丁，并在同年产下一子，取名为西亚利夫希达亚杜拉。而西亚利夫希达亚杜拉其实就是后来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9圣之一苏南古农加蒂。那在瓦朗松上死后，苏南古农加蒂继承了井里温苏丹国的统治权，成为了井里温苏丹国的第1位正式苏丹，
并将景里文建设成了完全独立于巴加加兰逊他王国的伊斯兰苏丹国。在苏丹古农加第10代之后，景里文苏丹国经历了权力的分裂，先后有几位苏丹掌权，分别是苏丹瑟布、苏丹阿弄和苏丹吉列崩。因此今天的景里文有了3座苏丹宫殿：格拉登、嘎萨布汗、格拉登、嘎诺曼和格拉登、嘎杰列崩南。而贤人今天选择来拜访的这座是格拉登嘎吉利崩南，这是3座宫殿中最晚修建的一座。这座宫殿的修建和当时在景里文爆发的战争有着很大的关系。1670年，荷兰殖民者入侵景里文苏丹国，遭到苏丹王储嗨路丁王子的抵抗。1696年，嗨路丁王子战败，被流放到了马鲁古群岛的安崩。荷兰殖民者扶持了伊玛目丁王子作为景里文的傀儡苏丹，但是亲荷兰殖民者的傀儡苏丹伊玛目丁并不受到景里文人民的认可，抵抗战争持续爆发且升级。最终，荷兰人只能把已经被流放到安崩的哈鲁丁王子送回了景里文，以平息民众的愤怒。之后，傀儡苏丹伊玛目丁作为摄政王，继续住在格拉登嘎诺曼，而哈鲁丁王子则成为景里文的合法正式苏丹，于1808年修建并入住了格拉登嘎吉利崩南。那好，贤人独自在景里文的影片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伊格罗马现在正在前来景里文的火车上，等伊格罗马来到景里文之后，说不定我们在景里文还可以找到一些更有趣的地方。那谢谢大家观看贤人的影片，再见。